大家好，我是巧巧妈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米豆腐。先来看看用什么米。我准备了4种米来说明原理。大米淀粉里包含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2种，不同类型的米里面2种淀粉的比例不同，就形成了米的不同外观和特性。我们可以把米分成鲜米、精米和糯米这3大类。第一类鲜米，从外观上看，它们的颗粒长。3种米中，鲜米含的直链淀粉的比例最高。鲜米蒸熟放凉之后，颗粒分明，而且容易变干变硬。比如这种印度香米和泰国茉莉香米，还有南方产的米也属于鲜米这一类。第2类精米，精米的米粒短，在3种米中，它的直链淀粉含量中等。蒸熟放凉之后，米粒容易粘在一起，口感松软偏黏，相对不容易变干变硬。北方产的大米就属于精米，典型的就是东北大米。第3类糯米，糯米里几乎全部是支链淀粉，基本不含直链淀粉，所以它吃起来非常黏。外形上判断，形状越细长的米，直链淀粉含量就越高，越适合做米豆腐，越容易做出那种 Q 弹不粘的质地。另外，粮食陈化的过程中，直链淀粉的含量也会增加，所以放久了的长粒米更容易做米豆腐。这种现成的大米粉我也帮大家试过了，它不适合做米豆腐，做出来的豆腐发黏，成型不好，所以建议大家就用鲜米来做米豆腐。从外形上判断，就选长粒米。下面我们来泡米。250克米，水的比例是米的3倍，也就是750克。传统米豆腐是用石灰水或者草木灰做的，我们家庭做法用食用碱面更方便一些，味道也都很好。加1/4茶匙的碱面，加碱之后米会变黄，这是正常的。加碱泡米能促进直链淀粉和蛋白质的溶出，提高品质。室温浸泡4个小时，也可以放冰箱冷藏浸泡1宿，第2天来用。用手一捻，米粒轻松破碎，就说明米泡好了。用流动水冲洗30秒，把附着在米粒上的碱冲掉，沥干水，放到料理机里，加米量2倍的水，也就是500克水。我的机器打了1分钟。打米浆的原则就是不要完全打成特别细腻的那种糊糊，要留下一部分米渣。这一点对于米豆腐的成型非常关键。我在这里要敲一下黑板啊。然后我们准备750克的水，接下来所有用到的水都从这里倒。打好的米浆过筛，加一点水涮一涮料理机。米渣上也浇点水，把附着的淀粉洗下去。米浆里加一点点盐，食用碱面，把刚才剩下的水全部倒进锅里，大火加热到锅底出现许多小气泡，这个时候的水温大约是80-90度，倒入全部米浆。先大火刮底搅动，大约2-3分钟之后，当感觉搅拌的阻力变大了，就转小火。淀粉在水分充足的条件下加热，原有的颗粒就会被破坏，体积膨胀，粘度加大。这个过程就是淀粉的糊化。糊化实际上就是淀粉分子从有序状态到无序状态的一个变化过程。大米淀粉的糊化温度在60-70度。做米豆腐不单需要糊化，还涉及到一个老化的概念。淀粉的老化也叫回升，就是指糊化的淀粉放凉之后，从无序状态再变回到有序状态。直观上说，就是米糊放凉之后变成 Q 弹的果冻状态。长粒米因为直链淀粉含量高，所以容易做出果冻的 Q 弹质感。其他直链淀粉含量低的米做出来的米豆腐就容易发黏，成型不好。淀粉受热糊化和放凉老化这2个过程结合起来，才能做出成型的米豆腐。从米浆进锅，我一共用了15分钟。
我们小火搅拌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水分都蒸发掉，而是要确保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淀粉糊化。刮底搅拌的目的是不让它糊锅底，最终米糊的质地就是缓慢呈大片滴落，滴下来形成一个小堆儿。趁热马上倒进容器放凉，厚度2-3厘米比较理想。大家也可以装到2个容器里，不用盖盖，室温放4个小时左右。淀粉老化，米豆腐就自动成型了。用水冲一下刀再去切，就一点也不粘刀。这个厚度也刚刚好，可以直接切成小方块。一块米豆腐正好是4人份，保质期是2天。这样做出来的米豆腐就是一抖3颤，质地 Q 弹有韧性，不容易破碎。我们来做个凉拌米豆腐：香醋、生抽、香油，自己做的红油。茯苓榨菜，加一点点泡椒，特别提味儿。最后再来点蒜蓉和葱花，它的质地细腻，弹性恰到好处。细细品尝是淡淡的米香味儿，裹上酸辣鲜香的料汁儿，实在太解馋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回见。